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呢，老杨在这里给大家示范一下，怎么样用这个鸡蛋打出来2种不同的鸡蛋汤。这个呢，实际上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厨师教我的一种方法。现在首先呢，我在锅里加一些水，今天我要做大概2个人的量。然后为了营养起见呢，我经常喜欢用麦片来做麦片粥。这个根据自己的爱好，你如果喜欢稠一点的可以多放一点，稀一点的呢就少放一点。大家都知道麦片里边含有多种维生素，为了营养起见，我也喜欢放一些豌豆。另外我比较喜欢吃这种甜玉米，所以说也可以放点甜玉米。这样做出来呢，营养比较齐全，既有这个麦片的营养成分，又有豌豆和甜玉米，它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，放在一起呢比较互补。好，现在我把这个摄像机拿起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2个人的量。然后呢，这个麦片粥一旦煮起来以后，2分钟就可以了。因为麦片里边也有一些淀粉，所以说这样的饭呢，实际上不需要后边再用面勾芡。最后要用这样的 free range 的鸡蛋，今天用1个。我今天用这个方法是用厨师教的方法。我用1个鸡蛋呢，先把它打在碗里，原来我也曾经做过一期视频，给大家讲这个鸡蛋的营养成分。其实鸡蛋呢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，它里边包含所有的营养物质，能够孵出一只小鸡来，所以说各种成分它都有了。把鸡蛋打散以后呢，要在里边加一些水，不要加太多，加1点就可以了。我们的厨师讲呢，加一点水有什么好处？加一点水呢，你做的鸡蛋汤就是用1个鸡蛋就可以做出看起来很多的鸡蛋汤，看起来比较好看，不纯粹为了节约鸡蛋。同时呢，它这个鸡蛋打在锅里以后比较薄啊，比较嫩。作为厨师呢，他就可以少用鸡蛋，做一大锅，放没多少鸡蛋，但看起来很多似的。这是他当时告诉我的。但作为咱们自己家里边呢，主要是希望它做出来比较嫩，而不是希望它看起来多。现在呢，我这里边已经煮沸了，因为我们要让它做的比较稠一点，看起来不是那么稀汤寡水的，所以说先把它煮2分钟。麦片一般来讲煮2分钟，它就会比较稠一点，像我们的面疙瘩汤有点像。现在咱们再拿起来看一看，现在已经煮沸了，大家可以看呢，看起来像漱过面一样，有点像牛奶一样乳状的，是吧？好，现在呢，我可以把火关小一点，让它再煮一会儿。用英语来讲就叫有点 creamy， 就是好像有点稠乎乎的那种感觉。大家可以看，现在呢，一定有点稠稠的。看我配的颜色是不是很好看啊？这个豆子煮完翠绿的，甜玉米呢是黄的，再加上这个汤呢是乳白色的，现在已经非常好看了。现在呢，这个鸡蛋打好了，把鸡蛋向里放的时候呢，
大家看我的一个小技巧，我用这个筷子来挡住它，这顺着筷子向下倒，倒的过程中呢，你慢慢让这个碗向周围走，然后呢，把鸡蛋就顺着筷子这样倒下去，这样呢，它鸡蛋不会形成一大块。然后倒进去以后呢，不要急着搅，因为你一搅呢，鸡蛋就会打散了。所以说刚才顺着筷子倒进去的时候呢，让它自己在里边水一滚了以后呢，让它蛋白质变性，变性了以后你再搅，它就不会碎掉了。现在呢，我可以轻轻的顺着方向来搅，搅一下呢，现在这个鸡蛋已经好了，我可以把火关掉。大家可以看现在呢，这里边有多了鸡蛋。这时候这个鸡蛋呢，像蛋花一样，就是像花瓣一样，所以这叫蛋花汤。实际上用这种方法做出来蛋花汤呢，又好看又好喝，鸡蛋也非常嫩。所以说你一定要在里边加一点水，但是不要加水加太多了。回头呢，我再用另外一种方法给大家讲外国人比较喜欢的不是这样的蛋花，他们呢把鸡蛋全打进去。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教大家以后呢，它做出来就非常 creamy， 很像外国人加了那种奶油进去的那种汤。而且呢，在中国我们有时候做的南瓜汤也非常像，同样是一个鸡蛋，两种做法不一样，做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。这个是今天做的传统的蛋花汤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这个蛋花汤已经盛到碗里了。大家可以看这里边呢有绿色的豆子，还有金黄色的甜玉米，还有飘在这个汤里边的蛋花。另外里边我是用麦片做的，所以说这样的蛋花汤呢，营养是非常齐全的，富含维生素，还有这个饮食纤维。另外它的口感也比较好，因为甜玉米呢有点自然的甜度，这个和你放糖放蜂蜜都是不一样的。用这种方法做出来呢，非常爽口。